当你晕晕乎乎的踏出国门的时候，其实你没有更多的时间发出你的感慨。我看到有些人说，离开原先生养你的土地，你会有一种眷恋，甚至有情人跟你抱在一起撕心裂肺的痛哭。走到机场检阅机票的时候，你心中算是五味杂陈，很多人是哽咽着带着泪花上的飞机。但我们知道，有许多人无论是离开中国还是踏入第二个国家，他们都是非常压抑的，强行按捺住心中的这种慌张。除了奔向一个未知的世界以外，他一定要保持自己，要如同常人一样的淡定。你过于激动了，显露出来你内心的兴奋。两国的边界都会有无数的警力在应对着，在审核着你此行的目的。所以不是每个人心情都相同的。日后回忆起来的时候，你的记忆中会美化这一段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心情的波动应该来说都是非常明显的。无论你是刻意的出国，出去之后一去不复还了，还是仅仅想周游世界，最后找到了你安歇的地方。到了一个新的环境，无论你在哪一个国家，你都会有一个不适应期。你曾经认为人与人之间这种交往，哪怕是细节中的安全距离，人家都跟你不一样。别说外国人了，就是曾经的一来同胞，当他在海外生活的时间长了，他也有一些习惯会被同化。你会认为他们都很可笑，他们信佛，他们信教，他们那么虔诚。就如同去参加驾照考试一样，是吧？很多国家的人在应付考试的时候非常的谨慎，他们把安全意识看得比开车的技能更为重要。左转你要回头，右转你要回头，过任何一个路口都要两边看。倒车的时候要手扶着副驾驶座位的后部的座椅，把脖子差不多快扭断了。在中国你开车开几十年了，你也不会养成这种习惯。你可能不知道，或者你觉得不重要，你的视觉中有盲点，你也不会为任何因为他违反交通规则，你刻意的为他停下。别说撞死一个小动物了。2019年的上半年，江苏有一个教师在网上发帖征询网友的意见，他的父亲需要大量的金钱来救治保住他的生命，差不多要花100万。他在问网友们，他在征集意见，问他们这个钱该不该花。我们已经习惯在这种环境中生活了，你到任何一个新的环境，你都会觉得不适应。人家认为天经地义的事儿，不需要去询问的事儿，遵从你内心就可以得到答案，更不要说遵循哪一位神的教导了。
在我们这儿一切都得推倒重来。你生活的过程中，你已经忘记了什么是一个正常人，因为没有人教导过你作为一个正常人在这个社会中能够安详的生活。所以每一个中国人，其实你踏出国门的时候，别人对你的惊讶比你对新事物的惊讶更大。我们在生活中尽可能隐藏自己的观点，不愿意对外人，尤其是初次见面的人，表露出自己的心声。我们内心中把每一个人都想到他是有目的的，因为我们的生活中没有更多的来自于社会经验以外的东西。而其他国家真的不一样，与中国接壤的国家，甚至你有可能到达的国家，基本上都是信教的。在我们的北方，除了东正教就是穆斯林。你往日本走，他本国的神道教你根本进不去，你能看到的也是基督文明的产物，相当的友善，至少平民他会骂政府，你会感觉到不适应，对吧？那么东南亚的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佛教国家，小乘佛教，他们跟中国原先信奉的大乘佛教完全不一样。他们的和尚有很多特权，甚至有些和尚在被政府追究了以后，宁愿交出巨额的罚金，也要保住僧侣的这个资质。你可能很难理解，在东南亚的国家，一个大和尚得道高僧，他要是生病了，全国的人会为他祈福，会在晚上自愿的到庙里，穿着白衣服，租一个白帐篷，夜晚钟声响起之后，会拖着蜡烛围着寺庙绕行，去为他祈福。一个大和尚死了，不比国王总理死了更容易让人们淡忘。很多国家放的假期都是莫名其妙的，你新到一个国家的时候，你很难接受人家的这种文化。那么到了纯正的基督教国家，大致也有两种。你看到十字架上有耶稣雕像的，基本上都是天主教国家。基督教的世界中有22亿到24亿，其中至少有14亿人是信奉天主教的。像美国这样的国家，它的主流是新教，可以说全球6、7亿新教徒，美国占了1多半。美国的新教徒，他是骨子里，他认为帮助别人是上帝在工作，给了他这个机会来救赎别人，同时也完成对自己的救赎。很多人刻意的把美国理解成一个民主、自由、富强、博爱、科技强大、政治经济体制完善，给他带上了很多桂冠。其实用一句话来描述它，它就是一个新教的实验田。从德国，从英国，从欧洲，感觉到新教跟整个社会格格不入，那么他们就脱离原先他们认为肮脏的老欧洲，
到达了一块新的殖民地，甚至经过与西班牙殖民者的抢夺，才真正获得了这块土地的使用权。为了独立的掌握这块土地，掌握他们的未来，他们又发起了独立战争。独立战争、南北战争，其实新教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这块国土。当人们去除了与上帝之间的这个桥梁之后，没有了教会作为中介，你不要认为他脱离了教皇，脱离了牧师，脱离了与上帝之间沟通的这个桥梁，他就不信基督教了。其实完全不是，他只是摆脱了在人与神之间出现了这个第三法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所有的一切，所有的创新，都是因为没有太多的人居高临下的来审视你。在这种环境中，你可以突发奇想，你可以有许多自己的想法，甚至有一些懒人，他们在推动世界，因为他们想更轻松的去享乐，去过自己的日子。他们希望自己能什么都不做，或者说少干活多拿钱，是吧？最好能不干活也拿钱。其实就在整个世界，就在这些懒人的发明创造中，把每一项原先很复杂的技术搞得越来越像傻瓜机一样，大家都能使用它。推动科技进步的原动力不都是那么高大上的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一个完全与其他国家不同的非常年轻的国家，但是它在各个方面，在整个世界上都是独树一帜的，甚至它制定的标准就成为国际通用标准。尤其是在前沿科技方面，每个国家都在追赶它。美国的原动力原先是五大湖，现在是加州。整个世界的科技以它为标杆，它有下一代的人工智能，它有更多的新能源项目。无论这个世界怎么看它，其实我们知道，我们要去的地方都是人们非常羡慕的。他们认为人类的未来就在那儿。你踏出国门无非两个动作，一个就是让自己找到一个家，第二个能躲避你觉得慌张的地方。它让你发现自己内心不平静了，因为你对中国未来的预测跟大多数人不一样，你没有能力说服别人，你只能说服自己，所以你走了。其实我们每踏出一步都很小心。这个世界很简单。出国的人，我昨天刚说了一句话，我说不是猴子不上山。我们在南京经常拿这句俗话形容那些有独创精神的人，调皮捣蛋的人，勇于面对未来的人。他们勇于面对未知，他们无所畏惧。在心理学上，你可以把它认为是不断挑战自我、具有海盗心理的人。但其实整个世界就是靠他们和非常想夺揽的人来发明、来创造、来面对新的环境，不断的适应这个世界，甚至能够把这个世界修正的越来越好。我们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中，你很难一下子融入，但你一定要秉承这份敬畏，
来适应它。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，至少你今后回忆起它来的时候，你不会为此而感到懊悔。好了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